你明天还来医院看叔叔吗？明天我就直接去机场了。我今天跟他们说过了。邮票。陆燕，我明天9点飞机，先走了。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当年为什么突然说分手？妍妍，救我！救我！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？为什么一点机会都不给我？为什么要把我给出去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急诊来了一个胃出血。好，我马上来。陆燕，我明天9点飞机。我该去送送他吗？变化。对，你好。
我想问一下，去荆州的飞机起飞了吗？啊，你好，女士，这趟飞机已经登机，准备起飞。谢谢啊。我已经办完了所有的手续，今天就要离开学校了。但我现在还在校门口，再等你最后3分钟，就当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吧。陆渊，看什么呢？我刚刚跟空姐说，我们的飞机都飞走了。对啊，我不走。你为什么不走了8年前没等到你，这次我想试一试，你会不会来？等我干嘛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什么叫不走？我调回来了，调到宁海了，不用回去了。就刚刚。就刚刚。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嘛，别瞎跑，这不白跑一趟吗？我也没有你的电话呀。我上回不是写给你了吗？我出门太急了，那纸都放家里了。来，加你的微信。你怎么还是这个头像？你这个也没换呀。哎，你们公安局的调令发的都这么临时啊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是服从安排。骗人！骗你什么？难不成为了你留下来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江振业，我在。江成义，看这边。你要录什么呢？
我吗？喂，麻醉科，急诊刚送来一位急性胃出血患者，需要立刻手术。马上到。陆大夫，骨外科病房需要一个深静脉穿刺。好，知道了。急诊来了心脏夹层破裂的，需要气管插管，深度麻醉。我马上过去。我现在要给你打针了，如果一会儿有宫缩呢，你就马上告诉我，我就立马停下来，好吗？医生，那这个麻药会对孩子有影响吗？放心吧，我们的剂量很低，不要动啊，好吗？韩院长，小易刚刚回来，我就是想麻烦您再给他介绍一下他爸爸的病情。另外，您上次跟我们说建议老姜动手术，我们就想再问一问，可不可以继续保守治疗？5年前啊，老姜查出了胸腺肿瘤，因为是良性的，所以一直药物控制，这是没问题的。但是现在你们看啊，这个肿瘤正在增大，表面上看很正常，但是它正在向胸骨后增长，而且已经有了压迫气管的征象。作为他的主治医生，我建议尽快手术。那院长，现在就不能药物控制吗？控制是可以控制的，但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啊！现在是手术的最佳时机。进来。韩院长，这位就是负责我们手术的麻醉，陆燕陆医生。阿姨你好。啊，你好，小卢医生。啊，小卢医生，这么年轻呢？啊，这是我儿子江成义。你好。你好。小卢医生，您认为我丈夫能扛得住麻醉吗？韩院长之前给我看过患者的全部资料，患者现在身体状况是可以耐受手术和麻醉的，所以我们建议尽快切除是现在最好的选择。小卢，说说你的麻醉方案。综合评估下来，我建议全麻，会采用气管插管。全麻，还有气管插管呢？阿姨，这就听着吓人，其实没那么可怕。好，我给你们一个。我不同意手术。那你先坐。正好，韩院长也在这儿，麻醉医生也在。我想问你们一下，像我父亲这种有严重病窦、有脑出血病史的病人，麻醉手术的风险有多大？确实是有风险在，但病窦和脑出血，它并不是手术和麻醉的一个绝对禁忌，它只能说相对于其他患者，这台手术的风险较高。对，也就是说，他在麻醉手术的过程中，血压会有剧烈波动，
从而导致脑出血，这会影响到生命的，对吧？是的，但叔说的过往病史其实我都有了解，所以这台手术我会非常的谨慎。谨慎，风险也还是在的。但每台手术它都有风险存在的。韩院长，前面其实你已经给我讲得很清楚了，我想知道，如果现在我们还进行保守治疗的话，肿瘤会有扩散的可能性吗？不会，良性肿瘤通常不会快速扩散，但是这个肿瘤的位置啊很不寻常，有可能造成危险情况的发生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还是希望我父亲能继续进行保守治疗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不想让他承担风险。小江，你是担心小陆医生的能力吧？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，大学的专业就是麻醉学。他在成为主麻之前，已经当了3年的副麻，经手了不下上千台手术。从去年转为主麻到现在，小陆医生亲自负责了400多台手术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故。韩院长，我不怀疑你们医院医生的能力，我只是不想让我父亲承担风险。院长，我尊重家属意愿。小刘医生，阿姨，没关系的。一台手术不仅需要医生的努力和患者的配合，更需要的是双方的支持和信任。小陆，送病人家属回去吧。我什么我？在路上多跟病人家属聊聊，多劝劝他们，尽量答应手术。你也知道的，病人情况复杂，多一份犹豫就多一份危险。啊，院长。我还有点事儿，让小陆医生送你们回病房。啊，成，谢谢您啊。我走了。这边吧，阿姨。好，添麻烦了，小刘医生。没事儿。麻卡席，到9号机房检查，请84号。麻卡席，到9号机房检查。哎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下。1层到了。啊，陆医生，我们知道病房怎么走了，您留步吧。嗯。江成义，怎么了？你对我个人有意见，你可以换麻醉医生，但我真的建议手术尽快做。我对你个人没有意见，你也不要自作多情。陆医生，你对我没那么重要。
我们并不是。我这得的是一个良性肿瘤，又不是第一次发现，你还非得飞回来一趟。你手头那些案子怎么办？你这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任，完全的无组织、无纪律。哎呦，好了，医生让你少说话啊，来喝口水。韩院长说什么了？韩院长说你挺好啊，肿瘤是良性的，倒是你呀，听说儿子要回来，你自个儿偷摸乐了多少回了？孩子一回来你就训人，哪有你这样的，是吧，小叶？是。行了，说说你吧。我这刚住院几天啊，这全上下单身的女医生、女护士的微信都加遍了吧？发现啦？啊，我厉害吧？厉害厉害！哎，我跟你说呀，我今天认识了一个小陆医生，哎呀，人可好了，8年制麻醉科本硕连读的高材生，又温柔又清晰，情商高，以后啊根本不用担心婆媳矛盾。妈，你这都想哪儿去了？哎，关键人长得还好看呢。行了行了，别说这些用不着的，一个南一个北的，小易现在还没调回来呢，不靠谱。怎么不靠谱啦？让小易调回来不就行了吗？你不是也想让他回来吗？妈，我们哪能说调就调啊？那都是正规单位。我不管。你说你天天忙工作，见天连个笑模样都没有，那说不定一谈女朋友就好了呢。跟那有什么关系？你看我见着你俩，我不笑得挺开心的吗？是不是爸？比哭还难看。行了，给我爸吃一苹果吧。啊，你吃你吃。没事，我儿子给爸，没事没事。我再削一个。不用不用，我们俩吃一个，来，乖乖。哎呀，甜吗？甜。儿子削的就是甜。哎，小李医生，上班了啊，走啊！哎，再见啊！哎，小陆医生，觉得你订的药材要不要啊？
我有件事儿吧，得跟你坦白一下。大叔找了江成义当伴郎，我还以为江成义没时间来呢，没想到他竟然答应了。所以婚礼上你肯定会碰到他，没问题吧？哦，没问题。行，你们都挺忙的，婚礼仪式赶到就行。嗯。